这几年播种小麦都是采用北斗导航播种精准播种技术。这个采用北斗导航，它一个是可以节约土地，大概能节约3%左右的土地；还有一个是这个能节约水，它这个水的灌溉比较均匀一些。还有就是种的植啊，它通风效果好。我们这些底座将来是用来安装各式各样的传感器。您看到这是我们新安装的智能传感器，它相当于船员的眼睛和耳朵，用来感知周边环境的变化。正式进入到了一个细薄的一个调试阶段。船舶在海上的路况要复杂得多，你看有时候会遇到风、浪和洋流的影响，这就要求自动驾驶的船舶能够做出自主的识别、自主避碰，做到随机应变。普通船呢只有500个监测控制点，这条自主航行的船舶呢，有15000多个，是普通船的30倍，多了智能航行、智能平台、智能机舱、智能船体、智能能效这些智能系统，去协调、整合、应用这样一个复杂而庞大的船舶系统。过去我们是缺少相关经验的，这也是我们第一次接触这样的挑战。我们能造的船越来越智能，越来越复杂，考验的不仅仅是造船的工艺和技术，更考验我们的管理能力，去创新性的配置生产要素，提升我们造船业的核心竞争力。2004年台湾总统大选前夕发生319枪击事件，震惊台湾社会。当事人前副总统吕秀莲认为真相未明，疑点重重，在20周年之际喊话新国会重启调查，希望立法院根据319枪击事件真相调查特别委员会条例重启调查。吕秀莲提4点诉求，敦促司法重启调查，公开侦办档案，追究过去20年司法态度不当，而凶手陈义雄畏罪自杀，检方因此不起诉先结。吕秀莲认为是重大缺失。我相信这个案子其实，当年调查的资料以及相关的人等都还在，资料也都蛮齐全的。如果有这个必要的话，那我们看看最后委员会的决议是怎么样。最后如何去进行，我想呢，有待我们朝野共同来研商，不只是国民党跟民进党，包括民众党，我们会支持把真相最清楚。不满司法怠惰，也点名时任刑事局长的侯友宜判断案情不够周延，更指明李昌钰的鉴识结果误导案情。身为受害者，
希望充满谜团的枪击案能重新调查，找出真相。侯友宜先前则对此表示，案件的事证、物证、人证都在，大家可以去检视。新航亚太电视曾义豪，台湾台北报道。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周一警告，如果俄罗斯和北约开战，全球离第3次世界大战将仅有一步之遥。同一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基辅与美国参议员格雷厄姆会面。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将继续为自由而战。Also, we are thankful for all these 2 years support from Congress of the United States, and now this very challenging period. For Ukraine and also in the United States. 美国参议员格雷厄姆则表示，希望在乌克兰阻止中共朝鲜支持的俄罗斯继续侵略欧洲，从而避免俄军和北约正面开战。70% of Republicans in the Senate understand the need to help Ukraine. That if you don't stop Putin now, it goes further. That there'll be a war between NATO and Russia. 周一，欧盟正式宣布批准向乌克兰提供55亿美元军事援助。美国前总统川普周日也公开强调，美国必须支持乌克兰，抵御中共称霸全球的野心。We'll do things with Ukraine. We should loan them the money, not send them the money. 西坛人电视台记者于良综合报道。I would like to introduce you to a very, very big GPU. 黄仁勋招牌皮衣登场，全球最重要 AI 大会 GTC 2024，黄仁勋亲自发表新一代 Blackwell 架构平台 GPU， 与前一代 Hopper 相比，人工智慧效能提升5倍之多。Blackwell is not a chip. Blackwell is the name of a platform. This is Hopper. Hopper changed the world. This is Blackwell. There's 10 terabytes of data between it, 10 terabytes per second. There's no memory locality issues, no cache issues. It's just one giant chip. 尺寸明显大上一圈，以 Blackwell 打造的 B200 晶片，采用台积电客制化4奈米制程，可以处理更加复杂的 AI 运算模型。还有用2片 B200与1颗 Grace CPU 组合而成的 GB200 超级晶片。黄仁勋笑说，这款晶片将会相当昂贵，强调将是推动新工业革命的引擎。相比前一代 H100， 能耗降低25倍 ，AI 运算能力再度提高4倍。In the last 8 years, we've gone 1,000 times. And the system design is a miracle. This is Blackwell. And this, to me, is what a GPU looks like in my mind. 新款晶片预计亚马逊、谷歌、微软和特斯拉都将采用，11家台厂供应链也曝光。除了晶圆代工龙头台积电、华硕、技嘉、英业达、和硕、云达、伟创、微影等公司都将提供 Blackwell 产品的伺服器。鸿海更是凭借一冷散热技术，有望吃下 GB200 大单。黄仁勋介绍超级 AI 晶片的同时，也提到以 AI 进行气象模拟系统，特别以台湾为背景，让台湾大增国际能见度。至于新款晶片是否出货中国大陆，回答表示，新一代架构效能过于强大，将与去年发表的 Hopper 架构晶片一样，受到美国出口管制的约束。新大电视王冠霖、沈维彤，台湾台北综合报道。总统当选人赖清德前往新竹科学园区，与台积电、力积电等半导体业者进行闭门会谈，向产业挂保证。他都充分的回答说，我们要发展，政府在水电、土地方面会尽全力再继续支持。我们对这块地呢是有很大的信心，只要政府在背后支持。政府做半导体产业后盾，在全球供应链重组下，台湾的关键地位不容忽视。赖清德同时参访台积电全球研发中心，与董事长刘德英、总裁魏哲嘉等高层会面。台湾已经是一个等于国际必须要注意到台湾所产生出来，尤其美国更来限制中国的生产，都到台湾来，所以台湾是一个在世界经济来讲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枢纽，不管大或小，没有台湾的 chip 什么都不用做。事实上，我们在半导体上的努力也变成台湾最重要的安全的支持之一啊。作为全球半导体制造重镇，台湾产业用电量相当可观。面对4月电价调涨，用电大户调幅可能达20%。黄崇仁说，不愿意接受，也得勉强为之，但强调台湾的电力比绝大多数国家便宜。你到别的国家都是几倍啊，那人家他们是不会补助的啊。到全世界各国计算结果，台湾的电力是全世界最便宜的。那现在政府调一点，也无可厚非了。
在电价调涨前夕，准总统赖清德与竹科产业大佬共商水电供应、电价调整等议题，巩固台湾在全球半导体产业的韧性。新唐人亚太电视林秋霞、林家维、赵廷玉，台湾新竹采访报道。